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一到秋天啊，我们就要穿针织衫，但是如果穿得不好，就比较容易显老气，怎么办？那我呢，就从 Uniqlo 里面选了几件基本款的针织衫，包括驼色、深蓝色和灰色，以及我身上这件红色。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场影片，看看如何呢，通过一些小小的调整，就可以把这些基本款针织衫穿出时髦感来，大家一定会喜欢的。老规矩，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，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。我是小镇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首先第一件针织衫呢会比较不一样，是我从 Uniqlo 里面选了一件比较偏运动休闲风的针织衫，更像一件连帽卫衣。它呢是连帽设计的，所以有一种卫衣的随性休闲感，上身呢也显得比较年轻。绞花编织视觉上能够拉长身形，更显瘦，而且有立体感，比普通的针织衫呢会更有质感一点，也给休闲连帽设计增加了精致度。版型呢是适度宽松的，不会太大太 oversized 的，所以呢它不会像很多欧美品牌这样的压身高，毕竟 Uniqlo 是日本品牌嘛，还是很了解我们亚洲女生身材的。手感蛮软的，贴身穿不会扎，而且它最实用的一点呢就是可以机洗，这样就非常省心了。这件衣服的颜色呢我也蛮喜欢的，是驼色里面加入一点点的灰度，所以不会显得皮肤黄。我搭配的呢，则是之前刚刚开箱过的这条 Valet 的长裤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正好和这件针织衫的颜色完美匹配，好巧啊，有一种套装的感觉。这条裤子呢，要比一般的阔腿裤更轻松，有运动感，穿起来更舒服，也比一般的运动裤呢更有时装感，更能修饰身材，可以说是结合两者的优点于一身了。鞋子呢，则是我刚刚开箱过的 Vivaia。白色好搭配，这双呢也是 Bella Hadid 的同款。那驼色呢本身是自带老前锋属性的，不过如果单穿呢，确实会有一点点无聊，甚至显得有点老气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加一点颜色吧，尤其是红色，我就找出了这件新买的 Massimo Tutti 红色针织衫，红色很正，把它绑在腰上就可以了，就好像在整幅柔和的画面里面呢，点上了一抹亮色。红色的活泼热情和优雅内敛的驼色搭配在一起，显得既稳重又不失年轻感，而且腰上绑一件呢，也让驼色造型更有立体感和层次感。也可以把红色针织衫挂在包包上啊，随性自然，也让造型呢更加活泼有趣。说到包包，大家肯定会问哪里买来了，它呢就是来自我的老朋友 Moonshaft， 一个来自香港的小众皮具品牌。他家呢就是主打一个 slow fashion， 不希望包包呢是用一季就抛的，而是希望能够长长久久陪伴在你身边。其实呢我很早就有他家的包包了，就是这个他家的大爆款 Double Zip， 会经常看到这个包包呢出镜在我的 OOTD 里面。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始的 Double Zip 太受欢迎了，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出了一个稍微大一丢丢的版本啊，这两个放在一起应该会蛮明显的。这个呢就是新出的32，那顾名思义就是指下面的这个长度是32厘米。那这个包包呢，它的容量就会相对更大一点，能够装更多东西，所以我很喜欢。而且它是我最爱的单肩包的款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你看背上之后，这个包身就有一个很好看的弧线，对吧？就很慵懒随性，也符合现在很流行的那股slouchy soft bag 的流行趋势。我跟大家说，我坦白自从我有了这个包包，其他包包都不太怎么背了，因为它太实用、太百搭，而且呢很耐造。它的皮质呢是全立面小牛皮，而且是荔枝纹的，质地柔软坚韧，而且有纹理感，不仅看着细腻高级，而且很耐造，不容易弄脏或者刮花，适合我这样很大条的人用。皮质呢有一定的厚度，所以能够做出好看的形状，不会僵硬。而且Moonshaft 包包的皮革呢会随着时间沉淀出独特的质感，包括光照啊、日常的使用、碰触等等，久而久之呢，每个包包会形成只属于你的光泽和痕迹，有一点独一无二的美感。
我这里呢也做一个比较，这个是我用了已经有1年多时间的 Double Zip， 这个是新的 Double Zip 32，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旧的包它的皮质依然很好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剐蹭或者是刮花这样的问题，而且呢我觉得它比新包会更加的柔软啊，绝对是越用越美丽，所以皮质呢是完全过关，大家不用担心。这个包包的线条呢干净利落，有一种简洁的雕塑感，同时呢也保留了包包应有的柔软度，不会像硬壳包那么的生硬。你看这个包身上的弧线就知道了，软而不塌，自带筋骨感。32厘米的尺寸呢，要比很多常见的腋下包都要大一点，但是呢不会过分的笨重。那 Double Zip 嘛，顾名思义就是双拉链啦，所以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设计亮点。你看。它是2个可以独立分开的空间，这样呢也比较容易整理东西，而且内里呢也有很多的暗袋，所以很多小东西呢都可以各就各位。而且这个包包呢看着其实不大，但是很能装啊！你看我里面装了一个大水壶、钱包，一个这么大的化妆袋，还有一个眼镜盒，装了这么多东西，其实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另外，这个包包呢，它的自重只有700克，非常的轻啊，所以背在身上呢不会有任何的负累感啊。还有一点呢，我觉得也很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侧面，你看它有一些设计感的，这里是有立体的造型凸出来一点啊，所以呢侧面背上去的时候，侧面看也很好看。所以虽然是个小众包包，但是各方面的细节呢都做得很到位。它的一侧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圆鼓鼓的标牌，这个也是品牌的标志啊。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可以捏捏它，还蛮解压的。它呢配的是金色的配件，各方面的细节都做得很好，就这个金色呢不廉价。那我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 reference 吧，这个包我前面也说了，已经用了有1-2年的时间了。你看它的金色5金件完全都没有褪色的，这个其实还蛮难得的，因为很多小众包包用几个月这个金色就会褪得一塌糊涂，它完全没有，所以质量还是很过关的。它的肩带呢其实是可以脱卸的，而且可以调节长短。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不同的孔，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来调节啊，肯定能够调到适合你身高的这个肩带的长度。而且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冬天我们会穿厚的衣服嘛，有的时候很多单肩包呢肩带太短背不上，那这个肩带就可以调节，在秋冬呢穿厚大衣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调长，就这样就很好看。那夏天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它调短一点啊，这样呢就会显得人呢比较高一点。总之吧，总有一个高度是适合你的。那我呢这次还是选了和我之前一样的这个颜色 Sandstone， 可见我有多么的喜欢这个颜色，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好搭衣服，而且这个颜色你看它其实是在驼色调里面加入了一点点灰度，就是有一点点米棕色调，低调百搭又很高级哦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颜色，再一次选了这个颜色也是有原因的。那之后几套呢都会用上这个包，就会知道它有多百搭了。第二件呢，则是优衣库和法国品牌 Comme des Godonnet 的联名款，没想到他们也悄咪咪出了一些新品，我刚刚才发现。那这次呢，我就选了这2年很火的 Polo 衫。这样的经典 Polo 衫款式呢，自带学院风气质，藏蓝色，耐看又百搭。螺纹针织质地，竖条纹不仅有立体感，而且呢，视觉上也蛮显瘦的。羊毛混纺，既温暖又不容易扎皮肤。不过这件针织衫的版型呢，严重偏小，是属于 regular fit， 但是呢，也不会太贴身哦，显得很拘谨。大号呢，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小，更加适合个子比较娇小的女生。单穿这一件藏蓝色的 Polo 衫呢，会觉得有点无聊的，而且显得肤色很暗沉。那我们就试试看叠穿吧。内搭呢，还是选一件 Polo 衫。这件呢是我去年买的 COS， 今年拿出来穿呢也正好，这样呢叠穿就会更有层次感。领口的一点点白色也能够提亮肤色。只是不知道这件 Polo 衫今年还会不会再出啊？如果出的话呢，我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。至于牛仔裤呢，我就选了一条比基本款更多一点点亮点的牛仔裤，就是这条我最近的新宠 Moco 的弯刀牛仔裤，立体剪裁加上侧缝内衣，比起普通牛仔裤呢更有设计感。
包包还是这个 Moonshaft 32，驼色自带温柔温暖的气质，就像秋冬里的拿铁。而深蓝色呢，则稳重又理性，两者放在一起，既有暖意又有深度，沉稳大方。如果这个时候加一双红色鞋子，那就画龙点睛了，瞬间呢让整个穿搭活泼起来，既时髦又俏皮。这双呢就是我第一个 look 里面的同款红色版本哦，深红色大气吸睛，又不会喧宾夺主。你看这样一搭配完之后啊，这样的一件藏蓝色的 polo 衫也不会穿得单调和无聊了吧？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，第3件呢就是羊绒衫了，秋冬必备。优衣库呢每年其实都会出羊绒衫的，性价比还是蛮高的。这件呢是129美金，相对来说它的羊绒呢面料是比较薄的，但是呢还是对得起129美金这个价格的。我选了浅灰色，仔细看啊，它呢是深深浅浅的灰色交织在一起，视觉效果丰富，但是不会单调。羊绒本身自带细腻的绒感，落在浅灰色上呢，更容易显出材质的柔软和轻盈。光线下呢，有那种糯糯的毛绒感，看起来很温柔。偏短的版型不会压身高，比较容易穿好看。深灰色纽扣呢也搭配得很好，相得益彰。我搭配的呢是穿了蛮久的这条 Moco 的灰色长裤，浅灰加上深灰的组合，低调冷静，自带都市感。但是这一身呢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太过行政感了吧，好像有点素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在腰上绑一条小丝巾，这也是今年秋冬最流行的一种穿法。这条小丝巾呢就是我最近新入的 Zara 的酒红色波点小丝巾了，对折，一侧丝巾垂下来，一侧打结就可以，就像一个腰带替代品。我呢是个大手残啊，连我都能学会，你肯定也可以。这样呢，灰色的理性遇上了酒红色的感性，就好像黑白电影里面突然打进来的一束光，瞬间让造型更生动，让人过目难忘。而且波点图案呢也比较灵动有趣，和灰色的严肃感形成对比，有一种冲突的美感。鞋子呢，我选了一双 Adidas Samba 的紫红色款，是我去年入的，正好和丝巾的颜色是顺色的，搭配在一起呢很有整体感。这样啊，优衣库一秒变时髦，基本款呢也能够穿出亮点来。最后一件就是我身上这件了，它呢也是 Uniqlo 和 CDC 的联名款。大家都知道我是红色控啊，看到红色肯定会买。不过呢，这个红色不是常见的那种正红色或者大红色，我觉得它更偏朱红色一点，也就是里面的黄色成分会更多，所以其实黄皮穿的要稍微小心一点。所以我在里面的内搭了一个白色，这样穿出来呢会显得皮肤颜色呢会更加亮一点，不会那么黄。30%羊毛混纺面料，保暖耐穿，针织的纹理感呢比较重，带着凹凸纹理，视觉上蛮丰富的，所以呢即使是纯色也不会显得无聊。粗细不一的针织呢也让布面看上去更有那种高级毛衣的感觉，自带 cozy 的氛围，穿起来就很有秋冬的慵懒温暖感，亲切随性。深棕色纽扣点缀，细节也不错。这个驼色的 Moonshaft 包包呢正好就可以呼应纽扣的颜色了。因为红色足够亮眼，那就搭配一条基本款牛仔裤就不错。那这一条呢是我穿了好久的 Moco 了，大家应该都已经看烦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只能怪它太百搭了。好了，一口气分享了4件我从 Uniqlo 找到的针织衫，以及如何通过一些小小的调整能够让它穿得更时髦、更有亮点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。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哦。
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